我娘连斩3任夫君后，终于挣到成功，可她躲进海底，死活不肯飞升。要命！一个上神，一个妖王，一个魔主，我这是什么命格？3杀！他千叮万嘱，叫我出了门，千万别自报家门。于是我这只饕餮，硬是装了300年赖皮狗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那3位爹找上门来，盯着我看了半晌，谁也不肯认。上神皱眉，这么丑，一定是你亲生的。妖王摇头，那他鼻子分明像你。魔主退后一步，别是捡来的吧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叼着刚从9楼顺来的烤鸡，被3道仙气缭绕的身影堵在小巷深处时，还以为是偷鸡事发。可听着他们愈发放肆的点评，我浑身一僵。坏了，这分明是我娘当年杀夫正道时连斩的3位前夫。浮光上神盯着我那双不太协调的眼睛，痛心疾首地别开脸。斜眼外八，各管各的，往后左右遇袭倒是能兼顾了。荧惑妖王不死心地按着我头顶那3根倔强竖起的红毛，反复数次未果，终于拂袖放弃。本王一身流光赤焰，他就只遗传了3根。始终沉默的魔主斩桑忽然开口，定是捡来的，除非绮罗背着我们又找了一个。听到我娘的名字，我缩紧脖子，闭眼等死。脑海里闪过她醉酒后的絮叨，那年她为政大道，连斩3任夫君，首任是人间状元，温润如玉，杀他时娘亲红着眼眶叹，这般乖巧的郎君，着实可惜。谁料雷劫未至，他去姻缘石前一瞧，情节竟有3重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他在山涧捡回第2位夫君，那人美得不似凡尘，成亲那晚还笑着说，能得姐姐倾心，我死而无憾了。临死前他仍在操心，寡妇日子难熬，我在山上的榕树下埋了金银，姐姐记得取用。娘亲用他的遗产娶了第3任，那位险些战死沙场的将军。他将人从尸堆里扒出来，以救命之恩相逼成亲，最后依旧一刀贯心。3道雷劫中响，他化身龙神直上9重，却在飞升当日听闻3界秘闻。浮光上神、荧惑妖王、魔主斩桑历劫归来，在凡间时竟皆丧于同一女子之手。9重天顿时哗然。3位大能守在飞升台盘问每个新晋神仙，是要找出那个一斩3的负心人。我娘下得连夜逃回海底，却在此时发现自己怀了身孕，这一怀就是500年。3界从未有谁怀孕如此之久。我出生时是颗蛋，破壳用了200年，脑袋刚冒出来就差点被海水淹死。娘亲把我送到岸上，看着我圆滚滚的狗样，她沉默了。我明明是龙，怎会生出一只狗？她翻遍古籍，终于得出结论，我可能是变异品种饕餮。可浮光是白虎，荧惑是红狐，斩桑是麒麟，他实在分不清谁是我亲爹。由于我是天生旱鸭子，娘亲只得将我养在岸边，1日3顿送鱼上来。为掩人耳目，我故意扮丑，化成赖皮狗模样。托他的福，桃花村家家户户都不缺鱼吃。可鱼终究吃腻了，我溜到镇上9楼偷鸡。鸡比鱼美味多了，还有糖葫芦、杏花糕、蜜饯。说吧，你爹是谁？浮光抢走我嘴里的烤鸡，我呜咽着趴在地上，不知道。荧惑扭过头，别装可怜，实在丑得刺眼。这骚狐狸，娘亲说过她最看重皮相。斩桑若有所思，按年纪算，似乎不是我们和绮罗的孩子。荧惑当即撸起袖子，果然不安分。捅完我们又找别人。浮光拎起我的后颈皮打量，你几岁了？300岁。我小声道，虽是300岁，去年才化形，心智却如人间5岁幼童。3人齐齐松气，又同时磨牙，他果然找了小四。斩桑俯身轻嗅，慢着，我闻到他身上似乎有我们3个的气息。荧惑暴毙冷哼，我不想承认自己女儿这么丑。浮光欲言又止，爹不嫌女丑，算了。斩桑抱起我，柔声询问，你叫何名？往后我们便是你爹爹。可知你娘在何处？我摇头，眼泪啪嗒落下，得赶紧通知娘亲跑路。我叫锦化，自幼无父无母。荧惑听后怒极反笑，他不仅抛夫，
还弃女逍遥？三人商议片刻，竟决定共同抚养我。我心下一沉，这乃是抚养，分明是要拿我当人质。他们置办了一处宽敞院落，福光开始教我引气入体的法门，荧惑闲来无事便为我梳头。尽管我头顶只有3根红毛，就3根，有什么可梳的？再怎么梳，也是这条街上最丑的赖皮狗。他捏着玉梳咬牙切齿，手下不慎用力过猛，竟直接拔掉了1根。我疼得龇牙咧嘴，虽说故意扮丑，但也不能真拔毛啊。展桑闻声而来，见状摇头，你再使点劲，他怕是要成3届最年轻的小光头了。这些时日里，要数展桑最为温柔，他做得一手好菜，连镇上酒楼的大厨都未必比得上。转眼已被扣押1月，按约定，若超过1个月未见，娘亲定会上岸寻我。想到这里，我愈发心急如焚。这日展桑从市集带回1尾活鱼，我灵机一动，趁他们不备，溜进厨房叼起鱼，用爪子艰难地在鱼身上画下暗号。娘，风紧扯乎。随后我悄悄跑到后院小河边，将鱼放入水中，望着它摆尾游远，刚松口气，谁知午膳时分，那尾鱼竟变成红烧鱼出现在餐桌上。展桑疑惑，我回来时见厨房的鱼没了，还以为被猫叼走了。可方才出门片刻，居然有一条鱼自己跳到了岸上，好像就是我买的那条。荧惑忽然眯起眼，这鱼身上似乎有字。福光正要俯身细看，我情急之下纵身跃上餐桌，一口将整条鱼吞入腹中。好消息，证据销毁了。坏消息，我被鱼刺卡得直翻白眼。3位爹爹手忙脚乱地围过来，展桑轻拍我的背，荧惑急着要用法术。福光则皱眉，狗居然能被鱼刺卡住，真丢狗脸。最后是展桑给我灌了整整1壶陈醋，才把那根顽固的鱼刺冲下去，酸得我整张脸都皱成了包子。荧惑在一旁啧啧摇头，可怜这孩子没吃过鱼，鸡还是偷的，瞧着心急的。夜深时分，我全在窗下打盹，忽然听见偏厅传来议论声。荧惑把玩着茶盏轻笑，都1个月了，绮罗当真沉得住气？福光，再等3日，若还不现身。展桑沉默片刻，我不信绮罗是个狠心不管孩子的娘。锦画丑归丑，到底血脉相连，这些天他总偷看河面，怕是也在等。我心头一紧，这3人怎么心眼子这么多？次日黎明，我趁晨雾未散，溜出院子，谁知刚拐过街角，就被个麻袋兜头罩住。这赖皮狗虽丑，倒还是有点肉。粗哑的嗓音伴着酒气传来，我在麻袋里急得团团转，刚逃出来，就又进了狗贩子手里了。眼看要被拖进屠宰场，我咬牙化作人形，麻袋突然坠地，醉醺醺的狗贩子打开袋子，瞪圆眼睛盯着我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他围着我转了2圈，嘿嘿一笑。虽然穿着破旧，但这小模样倒水灵。粗糙的手掌捏住我的下巴，抬起。山里老王家的傻儿子正缺个童养媳，我刚要咬他，被他带口一收，抡在背上，背进了山里。这下别说3个爹爹了，连我娘怕是都寻不到我的踪迹了。买我的是个瘸腿老汉，他把我拽进茅屋，对着个流口水的傻小子说：打媳妇就得打才听话。那傻子咧着嘴扑过来，我闪身躲开。等老汉走后，我指着门外喊：河里有鱼跳呢。趁傻小子蹒跚着往河边跑，我咬牙将他推进了河里。听着扑通水声，转身就往山里逃。可没跑多远，脚下一空，整个人栽进了猎户设的陷阱里。深夜的深山老林，又黑又吓人。我蜷在布满枯叶的坑底，仰头望着月光，终于忍不住抽噎起来，越想越委屈。要不是我不会水，不能和娘亲一起窝在海底，何至于沦落至此？索性扯开嗓子，对着月亮嗷呜嗷呜地哭嚎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坑外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是锦画。3道身影同时出现在坑边，他们俯身望下来，我脏兮兮的小脸上满是泪痕，还在仰着头一声接一声的嗷呜。福光将我救起，抱在怀中，借着月光仔细端详。锦画这是能化形了？
荧惑凑近打量，满意点头。这般模样，可比那赖皮狗顺眼多了。瞧这眉眼，倒有几分我的角色。展桑用袖子擦去我脸上的泥污，心疼不已。莫怕，那些欺侮你的人，三爹都已处置妥当。回到家里，我狼吞虎咽地吃了3碗饭，才缓过神来。3位爹爹围坐桌前，神色凝重地商议半晌，最终决定亲自督导我修习法术。奈何我这饕餮血脉实在霸道，稍不留神就失控。第一回练火系术法，指尖窜出的火龙直接掀了屋顶；第二回学御风诀，屋子都卷没了。今日试着凝水成冰，结果把自己淋得透心凉，新买的屋子也淹了。荧惑麻木地擦了擦脸上的水。1个月搬3次家，到底是狗，拆家速度如此之快。展桑默默掂量钱袋，照这个速度，不出半年，咱们就得去当铺点当兵器了。福光长叹一声，明日带他回9重天，让学宫的夫子好生管教。我缩在角落望天望地，显得很忙。3位爹爹同时转头看我。荧惑眯起狐狸眼，等等，该不会是你故意捣乱，不想让你娘找到你吧？我慌忙摇头，头顶扑地冒出一缕黑烟。展桑伸手替我拍灭火星，这智商倒是半点没随我们。我被他们拎上9重天，送进了太白的学宫里。这里仙童神女个个衣袂飘飘，循规蹈矩，偏我坐不住。夫子讲辟谷之道，我当众掏出肉包子，仙娥胶遍地生花，我在里面扑蝶惹风。御剑课上，别人的仙剑凌空飞舞，我的铁疙瘩专往人堆里砸。太白3天2头叫家长，3位爹爹只能轮番往学宫跑。福光总板着脸替我赔礼，转身就偷偷塞给我新练的护身法宝。荧惑一边骂我进学你娘闯祸，一边用夸我进步神速。展桑最纵容，总说小孩子本性如此，下回却带更厚的礼去赔罪。直到天帝家的小儿子当众笑我蠢钝如猪，也配来9重天。我二话不说扑上去扯他玉带。他惊慌失措地喊：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我利索地扒了他全身衣裳，抡圆胳膊将人甩进天河。你知道我爹爹们是谁吗？给我洗洗你的臭嘴去！小胖子光溜溜地在天河里扑腾，屁股蛋都被看光了，仙士们掩面惊呼。3位爹爹闻讯赶来时，我正叉腰站在河岸，笑得肆意张狂。荧惑见我没吃亏，夸我这扒衣服的利索劲儿，倒像极了他娘当年。那日我正翘了仙术课偷溜回家，刚推开院门就愣在原地。只见庭院中央站着个女娃娃，瞧着比我还小一些，乱蓬蓬的头发像鸟窝，身上粗布衣裳破得东一块西一块。她正踮着脚往桃树上爬，细瘦的胳膊紧紧抱着树干，眼看就要够到最高处那颗仙桃。这是我妹妹。我茫然转头，却见3位爹爹围在树下，神色紧张。福光揉着额角叹气：是你娘。荧惑张开双臂护在树下：姐姐慢些，快下来，当心摔着。展桑拿着我的衣裙：绮罗，咱先下来洗澡。女娃娃闻声回头，脏兮兮的小脸上嵌着双熟悉的凤眼。她歪头打量我片刻，忽然脆生生开口：你们谁把我闺女养得这么胖？我手里的糖葫芦啪嗒掉在地上。3位爹爹同时别开脸。福光望天，荧惑看地，展桑挠头：娘亲。我终于认出来了，这分明是缩小版的娘亲啊。他灵活地滑下树，踮脚拍拍我的肩膀：乖囡，给娘咬口糖葫芦。我弯腰拾起那串沾了尘土的糖葫芦，仔细吹了吹，正要品尝，娘亲突然一把抢了过去，3两下就塞了满嘴，鼓着腮帮子冲我得意地眨眼睛。他抢我糖葫芦。福光连忙安慰我：锦话别难过，你娘现在只有3岁孩童的心智。荧惑急道：二爹这就去凡间给你买20串。展桑想劝我，又想劝我娘：绮罗，这是女儿的，不能抢。锦话，你娘还小。我娘眨巴着大眼睛，扑地将一颗糖山楂吐在我掌心，老气横秋的点点我鼻子：乖闺女，娘逗你玩呢。我看着那颗沾满口水的糖山楂，嘴都要扁了。后来听福光说，娘亲是在虚无之海迷了路，才变成这般模样。
他们找到他时，他正和街边的孩童争抢烧鸡，还把人家的外衫扒下来套在自己身上，像个落难的小乞丐。要那个最红的桃子。娘亲揪着浮光的银发往他肩上爬，银货慌忙张开双臂在下面护着，姐姐当心，我帮你摘可好？待娘亲将最大最甜的桃子塞进我怀里，又闹着要骑狐狸。银货乖乖化作圆形蹲下，他骑着红狐在庭院里跑了10圈，玩累了，说要吃烤鸡，非要展桑拿个生鸡过来，然后对在他面前。小麒麟快喷火，我还没尝过麒麟火烤的鸡呢。展桑嘴角抽了抽，认命地喷出一簇火苗来，太小了，火候不够。我娘催促，展桑又加大了火力，总算闹到了天黑。娘亲滚进我被窝，迷迷糊糊地问：闺女，他们待你可好？还行，就是逼我去上学。娘亲，我不喜欢上学。那行，回头娘亲带你去烧了学宫。她满足地挺起圆滚滚的肚子来，闺女，给娘揉揉，吃太撑了。后半夜，我迷迷糊糊中忽然被她一脚踩醒，只见我娘慌慌张张从我身上爬过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憋不住了。大早上，3位爹爹盯着床单上的水渍沉默不语。娘亲先发制人指着我，闺女，你都300岁了，怎么还尿床呀？我刚要开口，娘亲朝我眨眼做嘴型，娘给你买10个风筝。我乖乖认错，我下次不尿床了。浮光，不要怪孩子，他也控制不住。我被展桑亲自押送到了学宫，娘亲则被勒令在家思过。可当太白讲到一半时，窗边突然冒出个小脑袋来，闺女，快出来！娘亲扒着窗棂朝我招手，嫦娥家的玉兔生崽了，娘带你去摸小兔子。我悄咪咪地跟着她溜了出去，果然在月宫后院看到一窝雪白的兔崽，娘亲顺手捞了2只揣进怀里，又拽着我溜进瑶池。听说天后种的菱花最养兔子。等3位爹爹循着踪迹找来时，娘亲正撕着我的课业本在做兔子窝，2只兔崽在她脚边瑟瑟发抖。展桑当场黑了脸，转身就去瑶池赔罪。回到宅院，他们并排坐在桌前，银货憋着笑戳娘亲的腮帮子，不乖的姐姐，原来小时候你这么调皮啊。展桑温和地打圆场，可是饿了。孩子正在长身体。话没说完，被浮光叹息打断。明日开始，绮罗跟着锦化去学宫上课。我娘气得直接蹦上桌案，像只炸毛的猫般朝他们龇牙。想都别想，我才不去什么破学宫。浮光单手就抵住他冲过来的小脑袋，任他短手短腿的在空中扑腾。等我们找到恢复你修为的法子，自然不用再去。反抗无效，我娘被迫和我一起上学。坐我前面的林泽仙童好奇地问娘亲：你是哪家的娃娃呀？娘亲一边啃桃子一边回答：浮光家的。咦，锦化也是浮光上神家的。她歪头打量我们，你们是姐妹？在众仙童探究的目光中，娘亲叉腰站上课桌，奶声奶气地宣布：我是锦化的娘亲。满堂寂静3秒后，爆发出震天笑声。路南小仙君笑得直拍桌子：你当娘，怕是连糖丸都要跟闺女抢吧？娘亲气呼呼地喷出了个鼻涕泡。半日时间不到，我娘在学宫里成了混世魔王，成功取代了我的位置。上课时，她趴在案几上睡得忘乎所以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被唤醒后，非但不认错，还偷了太白珍藏的神女画像满堂展示。快看，太白夫子竟欢喜和花仙女，不知羞不知羞。白胡子老头气得浑身发抖。待得知天帝家的小太子曾当众羞辱过我，娘亲趁午休时分，溜进膳堂往那小子的羹汤里撒了迷糊散。等弟婿昏睡过去，他利索地扒了他的衣服，用捆仙索系住脚踝，倒吊着去钓鱼。天河里的锦鲤争相跃起，咬在弟婿的鼻子上。3位爹爹赶来善后时，娘亲刚钓起第3条锦鲤。胡闹！浮光刚开口，娘亲讨好地举起锦鲤献宝，炖汤给夫君补身子。展桑默默把哭唧唧的弟婿捞起，裹住。
荧惑抢先一步，接过锦鲤，姐姐真贴心。浮光沉默，他一手牵我，一手牵娘亲，对闻讯赶来的天帝淡淡道：童言无忌，小孩子们闹着玩。天帝吹胡子瞪眼，把满腹怨念吞了下去。没几天，娘亲又迷上了人间的画本子，他灵光一闪，拽着我张罗起了3届角色选妃竞驾宴。我们在瑶池边支起摊子，他挥舞着小手绢吆喝：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上神、妖王、魔主正妃之位大拍卖。仙娥们听闻价高者得，激动地拼命出价。最后3位爹爹被我们以100万灵石、120万灵石、150万灵石售罄。我们喜滋滋地抱着钱箱溜回宫时，3道修长身影正堵在月桂树下，远远瞧去，脸黑如铁。逃！娘亲拽着我刚要溜，后领突然被拎住。浮光的声音凉丝丝从头顶传来：听说本王的正妃之位值100万灵石，还是最便宜的。荧惑抽走钱箱掂了掂，这个赚钱法子也只有姐姐想得出了。展桑干咳一声，谢谢绮罗给我卖了个高价。娘亲把我往前一推，都是闺女想的主意，我是无辜的。我嘴里还塞着糖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3位爹爹皮笑肉不笑。那赃款充公，主犯禁足3月，从犯每日多练2个时辰的法术，如何？不如何？后来全9重天的神仙们都来看我们站在门口顶水桶罚站，纷纷拍手道：这对混世魔王终于受罚了。这么折腾下去，眼看家底快要被我们母女俩折腾空了。3位爹爹终于下定决心要去虚无之海探个究竟，好歹的把娘亲丢失修为的缘由弄明白。浮光率先出发，可整整3日过去，竟音讯全无。正当娘亲盯上荧惑那身油光水滑的狐狸毛，盘算着要给我做条围脖时，她也坐不住了。她好说歹说哄住娘亲：等我把浮光找回来，亲自褪毛给你缝围脖。临行前，展桑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拽着正试图往树上爬的娘亲，艰难叮嘱：千万早些回来，我怕应付不了这2个小祖宗。荧惑郑重地拍拍他肩头：坚持住，我们尽快归来。谁知前脚刚送走荧惑，后脚娘亲就拽着我溜出家门。这半个月里，展桑赔光了最后一件家当。娘亲先是打碎了西王母的琉璃盏，又往太上老君的丹炉里塞了泥巴团，导致丹炉给炸了。正当展桑对着空荡荡的钱袋发愁时，9重天突然传来消息，有位新晋龙神降临，据说是龙族30万年来唯一的金龙。彼时娘亲正坐在地上捏泥巴，兴致勃勃地往我和展桑脸上涂抹。这叫面膜，敷完能变漂亮。我顶着一脸泥浆问：娘怎么不涂？我天生丽质呀。他得意地扬起小脸，又指着展桑说：他年老色衰，可得好好保养。展桑门口，先是送来请帖，说是天帝要为新任龙神设宴。展桑怔怔地看向满手泥巴的娘亲：龙神？先是恭敬道：听闻是30万年来唯一的金龙，血脉尊贵无比，更是始祖龙神仙无尊上转世。娘亲突然抬起头：他是龙神？那我是谁？我也懵了，难道我有2个娘亲？待先是离去，展桑试探着问娘亲可还有姐妹。娘亲揪着头发努力回忆：我有记忆起就沉睡在海底了，所以也不知道是否有第2条金龙。她拽着我兴高采烈地赶往瑶池仙宴，打算大吃一顿。可当我和展桑抬头望见高台上那位女子时，顿时僵在原地。那人竟与娘亲成年后的容貌分毫不差。更令人诧异的是，浮光与荧惑正一左一右护在他身侧，俨然一副守护者的姿态。浮光朝我招手：锦化，到爹这儿来，这才是你娘亲。那位自称仙无的龙神温柔呼唤我：好孩子，不认得娘亲了。荧惑见我们不动，眉宇间拧起不耐：锦化，祭见生母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这3人瞧着与往日无异，可我总觉得陌生的紧。展桑按住躁动的娘亲，沉声问道：你们不是去了虚无之海吗？正是去了虚无之海才知晓，你身边那个不过是个窃取龙神记忆的赝品。浮光冷冽的目光扫过我们，荧惑指指娘亲，
何方妖邪，胆敢冒充龙神？放屁！娘亲叉腰蹦起来，哪来的丑八怪敢顶替老娘？小狐狸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我把你从山上救下来？你说永生永世要追随姐姐，现在和这假货一起欺负人？小白虎，你是不是做状元那会儿读书读傻了？真假不分了。仙无泪光盈盈，他说的都是我的记忆。虚无之海是禁忌之海，那里头关押着不少上古凶兽。我进去后被袭击受伤，肯定是那时候被他窃取了记忆。天地不悦蹙眉，羞得对龙神无礼。老糊涂！娘亲越发生气，正主就在眼前都认不得。我是在虚无之海受过伤，但受伤的那段记忆消失了。你到底是个啥玩意儿？满座哗然，仙士们交头接耳。仙无尊上乃龙族始祖转世，岂容亵渎？两位尊上都认证了，怎会有假？真龙神岂会是3岁稚童模样？我紧紧攥住娘亲发抖的小手，仰头道：我只认这个娘亲。仙无眼底掠过寒芒，面上却渲然欲泣。孩子年幼，谁给颗糖便认谁做娘。锦话，浮光生如寒冰，你要认贼作母。荧惑大手一挥，若执意跟着冒牌货，便别再唤我爹爹。展桑将我们护在身后，不满道：锦话还小，谁对他好，他自然认谁，为什么要凶他？眼看两队人马针锋相对，仙无率先建议：既是真龙，又是始祖转世，那你应该有什么可以证明身份的吧？他拿出一块龙鳞玉佩，举起，这是我30万年前的逆鳞所化，若非我的逆鳞，怎会与我产生共鸣？龙鳞玉佩嗡地发出龙吟声。娘亲疑惑，悄悄问我：闺女，娘亲当初送你的石头，你扔哪里去了？我也越看越眼熟，我拿去打水漂了。娘亲，熊孩子，那东西不是让你快饿死的时候去当了吗？你拿去打水漂也不去当了？我一脸无辜，我当了啊，人家说那是块不值钱的玩意儿，连一个铜板都不愿意给我，而且那龙鳞玉佩长得的确丑不拉几，所以我就拿去和其他孩子比赛打水漂去了，还赢了个肉包子呢。仙无得意扬眉，你既拿不出东西证明你自己的身份，还想冒充我，在九重天白吃白喝。娘亲，呸！我的身份还需要证明？说完，他猛地蓄力，屁股后面羞得冒出一条短粗的龙尾巴，金光闪闪，气势一点也不足。仙无冷笑一声，瞬间幻化成一条100丈金龙，盘旋于上空。众仙慌忙躬身行礼。我仰头看着，怎么好像一点也没有气势，感觉跟冒牌的一样。他恢复人身，让人把娘亲丢进畜生道。胆敢冒充我，那就丢入畜生道吧。随即又逆向展桑。展桑，你可还要维护他？展桑毫不犹豫地抓我和娘亲的手。我信锦化的直觉，也信自己的眼睛。浮光，既如此，以后魔族与我神族势不两立。天地厉喝，来人，还不将此妖邪打入畜生道？荧惑，锦化，赶紧过来和你娘亲认个错。我摇头，我不。展桑把来抓娘亲的仙兵震退，魔气如黑莲绽开。本座会带绮罗离开，谁敢动他，就是与我魔族作对。我们被逐出9重天，辗转来到了魔界。娘亲趴在展桑背上，小短腿晃啊晃的，闷闷不乐地嘟囔：小狐狸和小白虎怎么就认不出我了呢？好歹也做过夫妻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他搂紧展桑的脖子，还是小麒麟最好。我扯了扯他的衣角，眼巴巴道：娘，说好轮流背的，该我上去了。娘亲理直气壮地扭过头：闺女，你都300岁了，好意思和我一个3岁小孩抢？多走路才能长高。展桑腾出一只手牵住我：锦化乖，你娘亲如今修为与年岁都不及你，多让着她些。刚踏入魔界，魔族子民听说魔主归来，还带着2个娃娃，纷纷涌上街头看热闹。魔主、魔后娘娘在何处？一连生了2个，可得给人家名分啊。咱们魔族可不兴始乱终弃这套。有位大娘往娘亲怀里塞了包蜜饯，笑眯眯问我：小丫头，你娘亲呢？不知何时从展桑背上跳下来的娘亲，
一边埋头吃蜜饯，一边举手。我就是呀。四周骤静，大长老颤巍巍指向展桑，痛心疾首。主上，咱们虽是魔，可也不能连妖族都不如啊。这娃娃瞧着才3岁。3岁？你怎么好意思？展桑无奈解释出来龙去脉。大长老松了口气，沉吟片刻，忽然击掌。老夫想起来了，那虚无之海除了上古凶兽，还关着30万年前的龙族叛徒罗鱼。据传当年龙族有双生龙女，仙无受天命为龙王，罗鱼却被预言将成为祸世孽龙。后来龙族内乱，仙无以自身为代价将罗鱼镇压在虚无之海，自此也消失于天地间。娘亲抓着一把瓜子，磕得噼啪响。天道说他是祸龙，他就是啦。人家要是一辈子不作恶，这名头岂不是白背了？展桑一下子想通了关键之处。如此说来，现在这个仙无很可能才是真正的祸龙罗鱼。但为何他能拥有锦化的记忆？连浮光他们都像换了个人。他决定去虚无之海查探。我急忙拽住他，三爹，要是你也像他们那样忘了我们，咋办？哥，娘亲扔开瓜子壳，拍拍手，我在那儿丢的记忆，自然该我去找回来。我转身抱住娘亲，娘亲去我也去。展桑无奈，也罢，便是龙潭虎穴，我们一家3口同去同归。临行时，大长老往我们怀里塞满护身魔气，忧心忡忡地叮嘱：那里可全都是被关押的上古凶兽，主上可得小心啊。虚无之海，海水黑黝黝的，看着让人心悸得很。我吃了一路的零嘴，不知为何，年纪越往上涨，这胃口也越大了，随时随地饿得心慌慌。展桑把避水珠挂在我身上，锦化，待会儿就待在三爹身边，别乱跑，知道吗？我点点头。娘亲好奇地左看右看。三爹带着我们进入了海底，枯骨林立，不时有奇怪的身影飘过。娘亲咕咚咽了好大一口口水，好多海鲜啊！我一听，肚子咕噜叫了一声。只见暗处缓缓游来3只房屋大小的巨蟹，鳌前开合间搅起阵阵漩涡。娘亲戳戳我鼓囊囊的零食袋，闺女，自然带够没。越来越多的黑影从幽暗的海水中缓缓逼近，带着令人窒息的威压。展桑正要祭出魔刃，却见一只八爪鱼欢快的 Omega 游来，触手热情地缠上他的手臂。展桑，那八爪鱼激动地喷出一串泡泡，旁边突然窜出一条虎鲨，一尾巴拍开八爪鱼。锦化，绮罗，我和娘亲面面相觑。认识的，那还怎么下嘴加餐？八爪鱼舞动着触手。是我啊，荧惑。二爹。展桑瞳孔骤缩。虎鲨，浮光。我默默把掏到一半的自然粉色回兜里。如果这2位是真的，那就重添上那对。抱歉抱歉。荧惑又喷出一团墨汁。当八爪鱼总控制不住这个。原来浮光出入虚无之海时，不知此地凶兽早已被祸龙罗鱼统治。它虽为祸龙，却同属金龙血脉，单凭金鳞根本无法辨别真伪。浮光与荧惑一样，见到金龙形态的罗鱼时，还以为是我娘亲的族人，不料中计，反被抽离神魂，塞进了八爪鱼和虎鲨体内。等他恢复人形，一开口说话，我们才知中计。荧惑的触手委屈地打成结。我堂堂妖主，现在天天喷墨，周围聚拢的凶兽都是他们在此期间收服的小弟。此处结界乃龙神始祖所设，唯始祖本人能开启，故而众人始终无法离开。那假货怎么出去的？我忍不住问。娘亲突然按住太阳穴，一拍脑袋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来找锦化，有个声音控制了我，他窥探了我所有记忆，夺走修为，扮成我的模样离开了。荧惑恍然，姐姐，你是始祖转世，结界对你形同虚设，而罗鱼有姐姐的记忆，知道了解开结界的法子。娘亲当即率领着海仙、阿布是凶兽大军，浩浩荡荡杀向9重天。谁知刚到南天门，就听说罗鱼正集结仙妖2族，要去绝龙族的祖坟，他要抢我前世的尸身。娘亲的小肉脸皱成一团，这什么癖好？
太变态了吧！等我们赶到时，正撞见罗瑜指挥着众仙妖轰炸龙墓。震耳欲聋的爆破声中，历代龙族的骸骨在烟尘间若隐若现。娘亲望着漫天飞沙感慨，亲眼见证自己被掘坟，这体验真是怪新鲜的。恰在此时，大长老率领魔军赶到，急声道：“主上，万不能让他得到始祖真身，否则祸龙将成为真正的始祖龙神。都给本王住手！”荧惑举着触手窜到阵前：“我才是妖王！”左护法嗤笑：“哪来的海鲜冒充我们狐王？”右护法舔着嘴唇：“待会儿就把你烤了加餐。”荧惑怒极，触手啪啪甩了俩护法一人一个耳光：“反了你们！”我居然被鱼打了，还是一条会喷墨的鱼。左右护法暴跳如雷，攻击直扑荧惑面门。混账！左护法，你把私房钱藏尿壶的事，我回去就告诉你夫人。荧惑边喷墨边吼：“还有右护法，天天对着兔妖抛媚眼，把我们狐族的脸都丢尽了。”攻击骤然停歇，左右护法面面相觑，这些秘密只有王上知道。他真是王上？假妖王厉声呵斥：“休听这妖物胡言！”左右护法却齐齐退到荧惑身后，妖刀直指罗瑜阵营：“谁敢动我们王上？假妖王，我才是你们的王！”左护法，我就看你觉得不对劲，说话文绉绉的，我们妖王才不是这样子的狐。右护法，就是走路环外八，就是狐狸也没这么骚。斩桑趁机指着旁边的虎鲨高声道：“这位才是真正的浮光上神。”仙兵们面面相觑，有人小声嘀咕：“可浮光上神是白虎啊！”我强行解释：“一个是海里的虎，一个是九重天的虎，没毛病。”天帝的目光在假浮光与虎鲨间逡巡，突然发问：“当年我小儿出生时，浮光上神赠了何礼？”假浮光语塞：“陈年就是谁还记得？”虎鲨分文未送。答对了。他立刻带着仙兵退到我们阵营，浮光上神连来都未来瞅一眼。说完，小声又加了句：“抠门得很。”虎鲨冷冷睨了他一眼。我暗暗嘀咕：墙头草。娘亲咂嘴：“叛徒！”天帝！罗瑜见状嗤笑：“就算认出来又如何？”他轻蔑地指向娘亲：“他连半分始祖神力都未觉醒，凭什么与我抗衡？这始祖真身，今日我志在必得。”话音刚落，龙木结界轰然崩塌，罗瑜化作金光急射而入，娘亲却气定神闲地抱起胳膊。荧惑急道：“姐姐，就让他抢走真身。”娘亲漫不经心，他既窥过我记忆，怎会不知里面根本没有尸骨呢？果然片刻后，罗瑜怒气冲天地冲出墓穴。绮罗，你把始祖遗骸藏哪了？娘亲突然扭头看我，露出个狡黠的微笑。罗瑜顺着他目光看来，浑身巨震。那块磨牙骨，难道是……你竟拿始祖神骨给你女儿当磨牙棒？全场死寂。娘亲歪头一笑：“我自己的骨头，爱给闺女磨牙还是当筷子，轮得到你管？”罗瑜闻言气得头顶都冒烟了。就算你是始祖转世又如何？如今不过是个3岁之童。娘亲不慌不忙地拍拍我的肩：“闺女，去，把他揍趴下。”他转头对罗瑜挑眉：“我是没继承神力，可我们龙族的力量向来传与后代，这事你不知道吗？”“哦，我忘了，你是万年单身龙，不知道这事也情有可原。”我怔了下，原来始祖神力早就被我继承了啊，怪不得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，原来是太过霸道了。闺女，变回真身去揍他。当我庞大的身躯拔地而起时，整片龙窟都在剧烈震颤。罗瑜化作金龙，刚要腾空逃窜，被我一口咬住龙尾，抡圆了狠狠砸向山壁。轰隆巨响中，碎石如落雨纷飞。好闺女！娘亲在下面蹦跳着指挥：“左边补一口。”“对，就照着脸啃。”罗瑜挣扎着喷出烈焰，却被我张开巨口尽数吞噬。丢儿，好饱！荧惑的8条触手激动地胡乱拍掌，不愧是流着狐族血脉的崽，这牙扣绝了！浮光骄傲，分明是白虎的传承。斩桑轻笑：“是我们大家的闺女。”娘亲叉腰挺胸：“主要看谁生的。”
不过一炷香功夫，罗瑜已奄奄一息，瘫在深坑中。我探爪抽出他窃取的修为，金色光芒缓缓渡回娘亲体内。等等，先别！娘亲惊呼，一片金芒裹住了他的身影。待强光散去，娘亲狼狈地扯过斩桑的外袍，裹住身子，衣服撑破了。假妖王与假浮光正要遁走，被我一脚踩回地面。荧惑和浮光一起换回了肉身。刚回归本体的荧惑拎起八爪鱼，乖囡，自然带够没。这段时间看着自己的肉身不能吃，馋死老子了。最终罗瑜被抽去龙筋，重新镇压。娘亲临别时俯视着他，龙神从来不是天定，但祸龙是你亲手为自己选的路。罗瑜望着他，突然痴痴笑出了声。原来我穷尽30万年，竟是咎由自取。如今他修为尽失，永绝仙途。待我们重返九重天，娘亲正猫着腰想溜，却被3道身影堵在门口。浮光、绮罗还想逃到何处？荧惑委屈，姐姐，杀夫之仇我们都接过了，怎的还要跑？斩桑跟在娘亲后面，娘子若要走，带我同行。娘亲干笑着后退，这杀夫正道真不怨我，是老天选中的你们。小白虎、小狐狸，你们未成神妖前，是不是我救过你们性命？当时谁发誓说要以命相报的？现在正好两清。他又转向斩桑，小麒麟，是我对不住你，要不你也捅我一刀。斩桑眸光温柔，能被娘子捅，是为夫的福分。荧惑、浮光。荧惑咬牙切齿，斩桑，从前怎没瞧出你竟像荷叶般翠绿可人？浮光指尖挑起娘亲的下巴，似笑非笑。先前你3岁孩童模样，我们不忍下手。如今，他忽然将人拦腰抱起，该清算就账了。我正要跟上，却被浮光叫住了。闺女乖，爹娘们有要事相商，你可想我们常伴你左右？见我点头，他含笑塞来一袋零食。若想揍人了，去巡天地家小子，或是拆几座仙殿解闷，暮色前莫要回来。斩桑递来碧水珠，有了这碧水珠，也可以去天河里抓鱼玩。荧惑往我怀里塞了把狐毛，欲显时点燃，二爹即刻来撑腰。不过最好不要点，二爹有点忙。大门轰然闭合，娘亲在里头惊呼：小麒麟，你也要同流合污？等等，你们是禽兽吗？浮光的声音隐隐传来，娘子不是早看清我们的真身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